嗨，大家好，我是 Judy， 你们好吗？一个礼拜前新年刚过的时候呢，我订了接下来要去纽约工作的机票。那我当时选的是阿拉斯加航空，但就在我订机票之后的3天不到，同一型的波音飞机就突发了很严重的事故，在美国出了一个很大的新闻。This after a mid-air emergency forced an Alaska Airlines flight to land. The new images that we have actually obtained showing that horrifying moment on the Alaska Airlines flight, a passenger on board brave enough to roll on this moment. 一架波音737 MAX 9的飞机，它飞到半空中的时候呢，紧急逃生口的舱门居然突然脱落，飞机不得不紧急迫降，导致美国禁飞了大约170架同型号的飞机，每天平均有100到150个航班被取消。我现在有点担心，不确定这会不会影响我接下来的行程。这件事情发生的没多久，波音的 CEO 呢也承认了他们的问题，股价在1天之内下跌了8%。但很有趣的是 ，Apple 很神奇的意外获得了一波免费宣传。那我今天这期影片就想跟大家分享这个事情。就在1月5号下午的4点42分，美国阿拉斯加航空的一个航班 AS1282，它要先从距离西雅图大概开车3小时的城市 Portland 出发，准备要飞往加州的 Ontario。当时飞机上是有171个乘客，还有6名的机组人员。在离开机场大约10分钟的时候呢，飞机上的乘客就突然听到一声巨响，很多人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坐在座位第25排还有26排附近的乘客马上受到很大的惊吓。因为他们发现在那2排座位的中间是一扇没有在使用的紧急逃生舱门，而那个舱门在高空中整个脱落。从这个照片你可以看到，舱门的前面一点是25A 这个座位的头靠不见了，舱门正旁边26A 的椅子的后背的靠垫也直接消失，椅子后背的餐桌也没了，2个椅子呢也有一定程度上的变形。那事情发生的时候，飞机距离地面大概是16000英尺的高度，差不多是10个台北101那么高。在舱门脱落之后，飞机就迅速的减压，氧气面罩也直接掉下来。在飞机紧急迫降的几分钟内，狂风就从那个侧面的大洞狂灌进来，乘客甚至听不太到广播系统发出来的紧急通知。最后是在起飞差不多20分钟之后呢，这架飞机紧急返回了原本的 Portland 机场。听到这边，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夸张，什么样的逃生门竟然会在半空中直接脱落呢？其实脱落的那扇门是一个 door plug， 中文我网络上查直接翻译的话应该是叫做门塞。那它是放在飞机后半段的这个位置。那为什么飞机上会有这个 door plug 呢？是因为每架飞机所需要的紧急出口数量会根据飞机可容纳的乘客数量而改变。出事故的这个航班用的是波音737 MAX 9的一架飞机。这个飞机的原始设计除了机翼上方、后部还有驾驶舱附近出口之外呢，还有2个朝向飞机后部的额外紧急出口。大部分买这些飞机的国际客户一直以来都是以最大容量在飞行，所以所有的紧急出口都有用到。但是阿拉斯加航空当初在定制这架飞机的时候，本来就设计要搭载比较少的乘客，所以它就不需要用到这么多的紧急出口。原本放置额外紧急出口的那个位置呢，他们就会把普通的舱门换成这个 door plug。一开始查到这个资讯的时候，我想说，虽然乘客比较少，不过紧急出口多应该也不是一件坏事吧，就是多保留一个应该也不会怎么样。但后来我看到一个航空专家，他说带有嵌入式滑梯或者是救生筏的出口门会增加飞机额外的重量，并且在飞机的整个使用寿命期间会需要很多额外的维护成本。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一下事故发生之后的一个时间线。在当天晚上，也就是1月5号的晚上，阿拉斯加航空马上就停飞了自己公司65台的波音737 MAX 9的飞机。隔一天呢，也就是星期六的时候，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 NTSB 他们正式接手了此次事件的调查。同一时间，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他们也发布了紧急适航指令，停飞了全球171架同类型的飞机，以进行安全检查。因为颁布了这个指令呢，阿拉斯加航空就取消了160多个航班，总共影响超过23000多名的旅客。隔一天，也就是星期天的时候，阿拉斯加航空又再次取消了170多个航班，又影响了25000多名旅客。同一天的下午 ，FAA 他们就发出声明，他们在 Portland 的一个学校老师家的后院发现了这次事件掉下来的那个 door plug。 Were there ever bolts actually inside these sockets? And they're going to be able to do that by seeing if the metal has been touched.
touched if there are paint scraps. 这个门有30公斤重，还好没有砸到任何的人。不过调查人员说，他们还在寻找4个下落不明的螺栓，就是这个螺栓本来应该要防止这个 door plug 在飞行的过程中飞出来的。隔一天，星期一，也就是1月8号的时候，阿拉斯加航空他们再次取消了140多个航班。他们同时又有在检查那些已经停飞的飞机，他们在自己安全检查的过程中，竟然有发现螺栓松动的情况。隔一天，也就是星期二的时候，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又发表了一个声明，他们说波音送出的检验程序报告不够完整，所以波音需要重新递交，审核通过之后才可以正式的开启检验程序。所以那些已经被停飞的飞机距离复飞还会有好长一段时间。也因为这样，阿拉斯加航空在当天又取消了100多个航班，影响更多的旅客。同一天的下午，波音公司的总裁兼 CEO 在西雅图的总公司，同时也是制造737的工厂举行了一个安全会议，在那个安全会议上面承认了这次的错误。好，那因为这件事情真的是才刚刚发生没有多久，所以事件未来会怎么样的发展进行，我们不是很确定。不过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呢，他们会开启一系列的安全调查，这有可能就要花上好一段时间，因为这其中会涉及政府、航空公司、工会以及飞机的制造商等等。调查人员呢，他们会检查所有的可能的因素，从飞机的设计、制造、维修，还有检查历史到天气情况、空中交通的管制决策，甚至是机组人员的操作等等，都会包含在里面。那这件事情呢，同时也有引起一些延伸事件，是网络上有在讨论的。首先是有关一家叫做 Spirit AeroSystems 的公司，就是生产波音飞机那个 door plug 的公司。这家公司呢会被进行调查，因为要看看他们生产的 door plug 是不是有问题。也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后来被爆出来说，他们在上个月的时候，这家公司的投资者才对他提出了一个集体诉讼，他们指控他的产品持续性的存在品质问题，而且经常存在缺陷。这个事件呢，肯定也有影响到其他的航空公司。美国的 United Airlines 他们拥有79架波音737 MAX 9的飞机，那是受影响最多的航空公司，平均每天取消100多个航班，他们也预计会取消更多的航班。同时呢，他们也有发出声明说，他们有在自己的安全检查过程发现硬体松动的情况，但他们觉得是制造商的问题。其他使用同类型飞机的公司有包括巴拿马的 Copa 航空、墨西哥航空、冰岛航空、土耳其航空，还有杜拜航空。墨西哥航空跟巴拿马航空是拥有最多航班的国际航空公司，他们这些航空公司同样也停飞了同类型飞机的班机。除此之外呢，这个事件还意外的牵涉到了 Apple， 因为有一个美国网友，他就在 X 上面发文，他说他星期天在家里附近散步的时候，在路边的灌木丛底下发现了一只手机，发现是阿拉斯加航空那架班机掉下来的手机。因为他说当时手机还是处于飞行模式，荧幕上显示阿拉斯加航班的这个行李收据。眼尖的网友还发现，这只手机当时其实是在充电中的，也就是说它是在这个舱门掉下去的瞬间被吸出去的，可见那个强度有多难以想象。那这个文章发出来之后呢，标题类似像 iPhone 从1600英尺高的飞机掉下来竟然完好无损的相关贴文，就在各大社群媒体狂转发，网友就开玩笑说 Apple 免费得到了一波宣传，然后同时也出现了很多迷因。我在网络上有找到当时在这架飞机上的其中2个乘客，他们事后分享他们的感受还有回顾。首先是一个奶奶，她带着她7岁还有5岁的孙子坐在第19排的位置。It was extremely loud. There was a little pitchfork in my seat, and then a big gush of wind that pushed me against my seat. Once they landed, things felt normal, but my ears were burning because of the blowout and the rapid descent. 下一个呢是一个女生，她说这个事故发生的时候，一个上半身失踪的小男生突然就坐到她的旁边，原来那个小男生的衣服直接被吸出飞机外。下面是她分享这个故事的经过。We had just passed 10,000 feet, and there was a loud boom, and oxygen masks dropped. 3 rows behind me was a hole in the side of the plane. There was one open seat next to me, and a 15-year-old kid jumped over me, sat down, and grabbed the mask. He had no shirt on because it had been sucked off when the panel blew. So I was using the note app on my phone, and I just typed out. I said, "Are you hurt?" He was asking about his mom, and I kept telling him that I'm sure she was safe and they found a seat for her. It was just further up and he couldn't see her. His seatbelt saved his life. He lost his phone, he lost his laptop, but I'm so glad it wasn't worse. I can't imagine being his mom in that situation. She pulled him back in, but it is so scary.
看完这个新闻，我真的觉得是蛮惊悚的，但是不幸中的大幸是那个 door plug 旁边的2个座位刚刚好没有坐人。其实这真的是很幸运，因为我看新闻上面写说这一架班机是满满的，只有5个空位是没有坐人的，其中那2个呢就是在这个 door plug 的旁边。因为有人说如果飞机攀升的再高一点，那2个位置有坐人，然后他们刚刚好没有系安全带，那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所以呢，呼吁大家搭飞机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的绑好安全带。我也有去 check， 就是我接下来的一些旅行搭乘的是什么样的飞机，接下来会去夏威夷、DC 还有纽约，才发现说纽约的那一趟会飞到一样的机型。希望今年就是不要再有类似的相关事情发生，今年应该会飞10多趟，心里还是有点小小的紧张。再加上今年才刚一开始，除了这件事情之外，也发生日本航空那个事件嘛。希望大家旅途一切平安。你对这件新闻有什么想法，你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大家可以一起讨论。我们这一集就先到这边，我们下次见，拜拜。